有没有想过一个很诡异的问题？为什么在非洲草原上，很多动物宁愿面对狮子，也不愿意听到人类的声音？科学家真的做过一次实验，他们在南非草原的水坑边悄悄装上喇叭，播放3种声音：狮子的咆哮、猎狗的吼叫，还有人类最普通的聊天声。结果彻底颠覆认知，在记录的19种大型哺乳动物里，有18种，也就是 95%， 听到人声的瞬间立刻放弃水源，直接撤离。他们逃跑的概率是听到狮子的2倍，逃跑速度平均快了 40%， 唯一不怕的只有狮子。也就是说，在草原上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默认共识，人类平静的说话声比捕食者的咆哮更危险。但问题来了，我们没有尖牙，没有利爪，跑不过猎豹，力量也不如猛兽，那为什么在动物的感知里，我们却比草原之王还要可怕？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残酷，因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没按动物界的规则玩。当所有动物还在拼速度、拼力量、拼咬合力的时候，人类直接跳出了这场进化竞赛，开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外挂。在动物的世界里，我们不是更强的猎手，而是一个能随时改写规则的存在。接下来这3种能力才是真正让整个自然界对人类产生恐惧记忆的原因。第一个能力叫无限续航。在草原上最恐怖的死法不是被咬死，而是被追死。羚羊、斑马、鹿确实跑得很快，但他们是短跑选手，靠爆发换速度，代价是一旦高速奔跑，体温会迅速飙升，散热能力极差，很快就会进入过热状态。但人类做了一件非常离谱的事情，我们几乎褪掉了全身毛发，把出汗这个技能点满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用一个稳定但不快的速度持续追踪猎物，跑10公里、20公里，甚至更远。当猎物开始喘不过气，四肢发软，最终瘫倒在地的时候，人类往往只是默默地从地平线另一头走过来。在动物的视角里，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累、永远甩不掉的东西，就像恐怖片里那个不管你跑多远都会慢慢走过来的存在。第二个能力更不讲道理，远程打击。动物世界有一个默认规则，看见敌人才意味着危险，但人类直接把这个规则删掉了。从最早的时髦标枪到后来的弓箭、投石器，人类把攻击距离拉到了几十米，甚至上百米。很多动物甚至还没意识到危险，就已经受伤倒下。一头体型碾压人类的巨兽，比如猛犸象、披毛犀，在远程武器面前也只是一个移动的目标。在动物的眼里，这已经不是捕食者了，这是一个可以在安全距离外随意决定生死的存在。第3个能力才是最致命的，群体协作。很多动物也会合作，但那只是配合，而不是策略。而人类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实时沟通，风从这边吹，气味会暴露，你们从侧面绕过去，我在前面呀。他会往水源跑，提前堵住。这已经不是狩猎了，这是围剿，是战术，是有组织的猎杀。别的动物还在单挑，人类已经开始打团队战。所以你会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在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并不是最强壮的那一个，但却是最不可预测、最不讲规则、最无法对抗的那一个。这3种能力叠加在一起，才让整个自然界对人类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但如果你以为人类天生就是这样，那接下来这一段才是整条视频最狠的反转。如果你觉得人类天生强大，那你可能要破防了，因为就在几百万年前，让万物恐惧的我们其实只是草原上最普通的食物。30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南方古猿身高1米出头，没有尖牙，没有利爪，跑不过猎豹，打不过猎狗，爬树甚至不如猩猩。在那个时代，人类是所有掠食者眼里的高性价比猎物，好抓，肉多，反抗弱。这不是夸张，而是有证据的。1924年，南非发现了一具著名的化石汤恩儿童，那是一个大约280万年前的人类幼崽头骨。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最后得出一个很冷血的结论：这个孩子很可能是被一只翼展接近2米的猛禽直接抓穿头骨叼走当食物。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早期人类化石后脑勺上留下了2个对称的洞，那正好对应史前大型猫科动物的獠牙位置。也就是说，它们是被一口咬穿头骨拖到树上慢慢吃掉的。甚至包括后来更强壮的尼安德特人也曾成为大型猛禽的猎物。
那个时代的人类没有资格狩猎，只能等猛兽吃完之后偷偷靠近，敲开骨头，吃里面剩下的骨髓，勉强活下去。我们不是天生的掠食者，我们是从猎物里一路活下来的幸存者。那问题来了，一个曾经随时可能被吃掉的物种是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个地球的主宰的？答案其实就藏在刚才那3种能力里，因为正是被捕食逼着人类进化。为了不被吃掉，我们学会直立行走，解放双手。为了不被吃掉，我们开始抱团，形成群体。为了不被吃掉，我们发展语言，传递信息。为了不被吃掉，我们掌握火焰，驱赶黑暗中的猛兽。我们没有最强的身体，所以只能把智力、协作、耐力、工具点到极致。而那些更强壮但更单一的对手，比如尼安德特人，最终反而消失在了历史里。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在动物的眼里，人类到底是什么？是那个曾经一不留神就会被叼走的弱者，也是如今可以决定无数生命生死的存在。而更诡异的是，那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东西从来没有消失。你为什么会怕黑？为什么看到蛇会下意识后退？为什么站在高处会腿软？那不是胆小，那是几百万年前作为猎物的记忆。那如果我们把视角再往上拉一点，如果真的有某种更高等的文明在观察地球，那在人类的眼里，我们是文明的顶点，但在他们的眼里，我们会不会也只是另一种刚学会用工具的动物？那你觉得人类到底是自然进化的奇迹，还是一场迟早会失控的例外？如果规则被重置，回到原始世界，你觉得人类还能活下来吗？欢迎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好了，这里是辣妈好奇，带你扒开那些活久见的认知真相，保持好奇，世界才够辣。下期见。